2026年的1月，全球发生了两件事情。在南边呢，委内瑞拉的总统在睡梦当中被美军塞进了直升飞机；而在北边，特朗普下令特种作战司令部制定武装入侵格陵兰的作战计划。您没有听错，不是谈判，直接就是入侵。这是两个独立的事件吗？当然不是，他们共同指向一个终极的计划。美国人在为2027年的台海做最后的准备。各位好，欢迎回到艾森的频道，这里是2026年1月12日。艾森要再重复一遍自己的暴论，就是美国人他们不是龟缩回北美，而是在做一件更狠的事情，就是清场。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一个拳击手如果想要挥出致命的一拳，他会怎么做呢？他会首先把5个指头先缩回来，然后卯足了劲，再狠狠砸出去。这个就是美国人现在的一个状态。从北极冰盖到委内瑞拉的油田，他们在疯狂的给自己打造一个东西，就是在物理上不可入侵，然后在资源上绝对自给自足的北美战争堡垒。为什么美军的特种部队突然出现在加拉加斯？为什么格陵兰这个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大冰球竟然比乌克兰还要重要？为什么加拿大突然被南边的邻居用枪指着头？今天我们把所有这些事情背后的底层逻辑整个掀开来讲清楚。先问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美国人现在为什么着急了？其实答案就在2份文件里头，这2份都是2025年发表的，一份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而另外一份是五角大楼的中国军力报告。以前的美国，我们看到他们总是在全球的舞台上自信满满的推广民主制度，然后维护国际社会的规则。但是打开2025年年底的这2份文件，整个的口气完全变了。这2份文件读起来特别像是一份末日生存指南，里面有一个词叫做文明抹除。我们之前在视频当中也提到过，华盛顿写的非常直白，欧洲这个曾经的盟友正在被移民危机跟自己的治理失败吞噬掉。潜台词是什么？欧洲已经废掉了。在华盛顿眼中，现在的欧洲除了需要美国保护之外，没有一丝一毫战斗力。所以带着这样的猪队友上战场，那个不叫助力，那个叫做背尸体。所以美国人甩掉欧洲不是背叛，而是最理性的减负。但真正让美国人关起门来搞清场的是来自于太平洋彼岸的威胁。我们记住这个专有名词，步步紧逼的威胁，这是五角大楼对于中国的定义。2027年要发生什么呢？我们先看看核力量。到2030年的时候，中国将会部署超过1000枚实战化的核弹头，这些都具备预警即发射的能力。简单来说，就是只要卫星监测到美国的弹道导弹点火，那中国的核反击就已经在天上飞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美国曾经引以为傲的核威慑从这一刻开始失效了。而在常规打击方面，东风27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射程是5000到8000公里，这个是全球首款常规弹头的洲际打击武器。以前美军的航母战斗群，他们能够在第2岛链之外非常放心的集结，非常安全的活动。但是现在东风27的射程直接覆盖夏威夷以东，也能够覆盖澳大利亚北部的军事基地。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200年来依赖的安全大后方。也就是说，不管世界其他地方怎么乱都好，北美大陆绝对安全的这么一个传统上的心理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了。美国人其实这200多年以来，他们习惯了躲在这个大陆上，不管是太平洋或者是大西洋怎么乱，从来不需要担心北美大陆本土会被攻击。而一旦美国人这个传统上的心理优势被击穿之后，美军他们根本不可能在台海进行长期的高烈度战争。
所以大家看懂了吗？这些不只是数据而已。华盛顿方面的结论非常冷酷，就是我们已经不能够再像以前一样跟全世界分散火力了，必须要收紧拳头。美洲是美国人的后院，这块地盘上的任何杂草，我们都要亲手毫不留情地铲除掉。这个是门罗主义特朗普推论诞生的逻辑，这个逻辑已经在马杜罗斩首行动当中向全世界展示过一次了。美国人宣布保留先发制人的权利，清除西半球任何敌对外国势力的经济或者是军事存在。说白了，说直接一点，就是这块地盘是我的，谁都别想惹。战略层面的东西讲透了，那现在我们看看美国人怎么样动刀子。堡垒计划的第一刀就是马杜罗在全世界人面前被拖进了美军的直升飞机，这个不是简单的抓捕行动，这个叫做拔钉子。委内瑞拉长期以来是什么？俄罗斯的图160轰炸机在西半球的落脚点，也是中国的能源供应国。美国这一刀就是在告诉中俄一句话，在美洲，你们的盟友我随时想动就能动，你们的资产是保不住的，这个就叫做杀鸡儆猴。但南线的真正目的还有一点是能源，是特殊的石油。给大家讲一个比较硬核的细节，就是石油与石油之间其实存在根本的不同。美国其实已经是世界第1大产油国了，页岩油多到根本用不完，那为什么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动委内瑞拉呢？这是因为美国的页岩油是轻质低硫的原油，这些油清澈好提炼，但问题是这样一种油产生出来的柴油或者是航空煤油的比例很低，而美军作战最缺的恰好就是这些航母啊、坦克啊、重型运输机，这些战争机器一旦转动起来，它的心脏要靠什么来跑呢？就是柴油跟航空煤油。那这些油主要来自于什么地方？是墨西哥湾沿岸的炼油厂。这些炼油厂几十年以前就已经设计好并且开始运转，是干嘛用的？就是专门处理这些粗粮、重质高硫的原油，只有吃这种油效率才最高。那现在问题来了，和平时期美国可以从加拿大、从墨西哥进口重油，基本都是够用。但是现在了，一旦美军进入战争状态，加拿大现有的输油管道已经饱和了，而墨西哥他们的产量是在逐年衰退的，所以根本就不够用。如果2027年就要开战，美国需要大量的重油，但如果依赖中东进口，那势必需要穿过战火纷飞的海域，而中国的海军现在已经有能力可以去袭扰，可以随时切断这些补给。而一旦重油断供的话，炼油厂的效率暴跌，生产不出足够多的柴油，美军坦克扒窝，军舰停摆，这个仗还要怎么打？而全世界最大的重油储备在哪儿呢？委内瑞拉的奥里诺科重油带，在这个地方生产的油粘稠的像沥青一样，但就是这样一种非常肮脏、非常污的油，却是美国炼油厂最完美匹配的 O 型血。所以美军清除马杜罗，他根本不是为了民主，不是为了正义。美国人说实话，他们现在顾不上这些了，这个是赤裸裸的资源掠夺。美军为什么要接管委内瑞拉的这个石油？是因为这块地儿就是美国的战争电池，而电池要是没电，美军的坦克跟航母根本就跑不动。特朗普为什么根本看不上马查多，而要扶持委内瑞拉的现任副总统上位呢？因为这位副总统他有实际的石油产业的经验，靠他美军才能够顺利完成对于委内瑞拉石油产业的整顿。华盛顿算过账，短期投入140亿美金，2年内能够把产量从不到100万桶提升到150万桶。这增加的50多万桶就是美国战略储备的救命血浆。那为什么是现在呢？因为距离2027时间所剩不多了，只有现在2026年年初的时候马上动手，
才来得及赶在战争爆发之前，让第一批重油流进德克萨斯的炼油厂。但这个还不是最狠的，因为除了自用之外，美国人还要断供。美军动手以前，委内瑞拉每天给中国供应将近80万桶的原油，经常是通过马来西亚的一些隐蔽渠道来转运。但一旦美国控制住了委内瑞拉的这个石油公司，就可以直接切断通向中国的这条补给线。这意味着什么？中国在2027年的马六甲困局会更加绝望。一旦失去了西半球的供应，中国会被迫更加依赖中东跟俄罗斯，而中东这条线在战时可能会充满了变数。所以美军的这个斩首行动，它不是一刀切下去，而是一石两鸟。它是抢了委内瑞拉的石油，还顺手拿掉了对手的一个局。那过去几十年，美国人他们是披着自由贸易的外衣，可以合法的、比较优雅的去买石油。但现在2027倒计时开始以后，美国人发现跟在屁股后面的那帮盟友全是混吃混喝的废柴，关键时刻根本指望不上他们。那既然如此，那就要把西装脱掉，把面具撕下来，撸起袖子，准备开干了。所以到这种田地就顾不上装绅士了，能赢最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要对于美国接下来的行事风格有必要的心理准备。那如果在南线是为了输血，那么在北线就是为了盾牌。我们现在把目光转向地图的最上方，格陵兰。2019年特朗普第一次提出要购买格陵兰的时候，全世界都在耻笑他。丹麦首相直接说他的想法荒谬。但是现在呢，没有人笑了。我们看看马杜罗的下场，这个就叫做意图的具象化。美国人他们懒得跟你打嘴炮，他直接把刀拔出来插在桌子上。在美国人眼里，这个威胁的逻辑就是格陵兰其实也会变成是一个被敌对势力利用的关键安全区。美国人把刀插在桌子上，就不需要把航母开到哥本哈根，他只需要让丹麦的政客亲眼看到马杜罗的下场就可以了。这也是杀鸡儆猴。而现在的欧洲是一个什么状态？乌克兰的战火还在燃烧，欧洲的安全还是在依赖美国。丹麦作为一个小国，它有什么资本对美国说不呢？那美国为什么非要格陵兰不可呢？因为在美洲堡垒的这个逻辑底下，格陵兰它不是一大坨的冰砖，而是国防系统的密门。首先第一点，从俄罗斯或者是中国要打到美国的本土，最短的路径它不是横穿太平洋，而是飞越北极圈。格陵兰恰好就时时卡在弹道走廊的咽喉上。美军在格陵兰的西北部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那里有一台巨大的预警雷达。这个不是普通的雷达，这个是北美防空司令部的眼睛。两堵巨大的阵列面矗立在冰原上，他们盯着俄罗斯西伯利亚、中国的导弹飞越北极的这个轨迹。探测距离有多远呢？5500公里。能给美国总统提供多久的预警时间呢？20到25分钟。有这20多分钟实在是太关键了，美国的反导系统才来得及，才有时间来计算弹道，发射拦截弹。一旦失去格陵兰呢，这个预警时间会立马被压缩到10分钟甚至更短，美国的弹道防御体系就失去了分层拦截的机会。没有格陵兰，美国的核盾牌就是漏风的，而谁控制了格陵兰，就能够掌握美国生死的命门。而且现在的北极圈根本不太平，有一个地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叫做 GIUK 缺口，也就是贯穿了格陵兰、冰岛跟英国的一条线，这个是北大西洋的咽喉。冷战时期，北约就在这个地方围堵苏联的潜艇。以前俄国的潜艇它要开到大西洋的中部才能够有效威胁到美国，但是现在呢，凭借高超音速导弹的射程，它只需要刚刚通过这个 GIUK 的缺口，甚至哪怕是躲在格陵兰的冰盖边缘，
就能够打击华盛顿和纽约。而且随着北极冰层的融化，俄罗斯它在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的空军基地上把他们的跑道延长到了3500米。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意味着俄罗斯的图160轰炸机跟米格 31K 可以起降。米格 31K 一旦挂载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它的末端速度9马赫，而且能够变轨，那美国的宙斯盾系统根本就拦不住，变成了一个摆设。而只要能够控制住格陵兰，美军它就可以部署 P8A 反潜机，在潜艇进入大西洋以前就能够锁定。它可以在 GIUK 这个缺口部署声纳阵列，形成一个听音墙。它也可以扩展皮图菲克防御圈，甚至在冰盖底下能够部署拦截弹的发射井。我们看到俄罗斯是明面的长矛，那中国呢？中国是暗处的匕首。中国离北极圈很远，但北京自称是近北极的国家。中国不玩硬的，玩的是基建渗透。2018年，中国交通建设公司差点就拿下格陵兰3个机场的扩建项目。那一旦中企拿到运营权的话，谁能够保证机场雷达塔里面不会装一点别的东西呢？谁能够保证在北美防空识别区的核心腹地不会一不小心多出几双电子的眼睛呢？而且中国还在造重型破冰船，远远大于现有的雪龙2号。五角大楼认定这不是为了科考，而是为了未来全天候军事存在做铺垫。所以一边是俄罗斯的高超音速导弹怼在美国人脸上，而另外一边中国通过债务陷阱跟基建项目在背后搞渗透，然后一把匕首怼在美国人的腰上。所以美国人顿时就觉得自己在格陵兰被中俄包围了。更何况还有一个北极航道的问题，科学家预测到2050年，北极有可能每一年的夏季季节性无冰，而西北航道一旦打通之后，欧亚贸易的距离会瞬间缩短 40%， 这就变成是一个新时代的黄金水道。这意味着什么？戴维斯海峡将会成为新的马六甲。美国人的战略报告非常直白，绝对不能够让竞争对手控制关键航道。那这里的竞争对手指的是谁？不言而喻。所以美军控制格陵兰岛本质上是在实施自己北美版本的区域拒止，直接在电梯口就装了一个铁闸门，钥匙拴在自己的裤腰带上，晚上睡觉美国人才踏实。但格陵兰对于美国的吸引力远远不止防御这么简单，还有一点非常关键，就是冰盖下的宝贝稀土。现在全球稀土的供应链主导权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手里，美国国会把这个叫做脖子上的绞索。美国想要打破中国在稀土供应链上的垄断，格陵兰是最后的希望。这个岛上有2座世界级的稀土矿，那第一座叫做科瓦内湾，这是一个巨无霸，储量超过1100万吨。但问题来了，这个矿石里面伴生着大量的铀元素，而且有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就是这个矿最大的股东之一是中国的盛和资源。这个矿已经得到进出口银行的巨额资金支持，原本预计2028年投产，但结果呢？格陵兰的政府以环保为名义通过立法禁止开采铀矿，这个政策就直接判了科瓦内湾项目的死刑。为什么呢？因为禁止铀矿开采就是美国在背后捣鬼，防止中国获取稀土战略资源。而第2座矿是坦布里直，这座矿简直是为了反制中国而生的。首先，这个所有权是属于美国资本控制的公司，其次最关键的是矿石里面几乎没有放射性元素，但却富含极其昂贵的重稀土，含量高达 27% 以上。记住2个非常重要的化学元素的名字，镝和铬。为什么这俩这么重要？因为它们是制造高性能永磁体的核心材料，没有它们 F-35 的发动机动不了，最先进的电动车跑不起来，导弹制导系统也是废铁一堆。这个就是美国人赤裸裸的战略锁定，一方面在背后捣鬼，
利用环保跟法律的手段冻结掉有中国背景的这个科瓦内湾，但另外一方面全力扶持美国资本控制的坦布里兹，把它变成是美国国防工业里面的独立稀土供应链。但要确保万无一失的话，仅仅依靠商业合同是不够的。2016年，中国的民营企业试图收购格陵兰废弃的格伦内达尔海军基地。2018年，中国的交建差点就中标格陵兰机场的扩建项目。所以每一次都是美国人在幕后疯狂的施压，逼迫丹麦政府去干预，才能够把中国企业排挤出去。这个叫做战略拒止。2018年，当中国交建的项目被美国强行搅黄之后，面对于美国咄咄逼人的攻势，北京方面也意识到在格陵兰想要搞大型基建看起来此路不通，所以中国调整了自己的战略。我们看到雪龙2号的身影，在最近的北极科考当中，中国的科考船在北冰洋的中心进行了非常详尽的调查。注意啊，所有这些收集到的数据，比如说海冰的厚度啊、盐度啊、海底地形，这些数据既可以是气候研究的资料，它也是潜艇航行跟声纳校准的关键数据。所以这实际上是一种军民两用的软实力的展示。中国自称近北极国家，虽然美国对这个说法嗤之以鼻，但是中国通过与俄罗斯合作，特别是冰上丝绸之路跟液化天然气的项目，能够始终保持在北极圈的存在感。而至于格陵兰，中国更像是一个非常耐心的围棋手，哪怕科瓦内湾陷入了僵局，我依然要在现场。只要中国在现场，美国人就得分心来对付我。所以美国人逐渐回过味来了，就是跟中国要博弈的话，光靠给丹麦施压是防不住的。万一下一次格陵兰大选上台了一个亲华的政府怎么办？只要格陵兰的主权还在丹麦手里，那这个国家安全的后门早晚会漏风。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们看看丹麦的政府平时都在忙些啥。为了要安置动物园一头退休的大象，丹麦议会竟然能够一本正经的开会讨论半天。他们的议题居然是要不要由政府出钱把这头大象最好的朋友一头骆驼也一并买下来，好让这两位老有所依呢？所以你说把一个超级大国的命门交到这样一群爱心泛滥的北欧人手里，换作你是特朗普，你心里慌不慌？你晚上睡得着觉吗？而唯一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就是把格陵兰的控制权彻底收归己有。这也就是为什么特朗普会回到那个看似疯狂实则务实的想法，直接买下格陵兰。要控制格陵兰的话，美国的想法他肯定不会是把它变成是第51个州，这种做法不太现实。美国其实准备使用一套精密的后殖民控制代码，这套代码有一个名字叫做自由联系条约。大家可能没有听过这个词，但是我们看看帕劳，看看马绍尔群岛，再看看密克罗尼西亚，这些岛国都有自己的国旗，有自己的护照，也有联合国的席位，但是在安全与战略上，他们是美国的私产。这就是美国发明的一种非常绝妙的主权外包的架构。如果格陵兰也套用这个科法模式，会发生什么呢？首先第一点是排他性的防务权，美国会接管格陵兰的防务，它拥有一票否决权。格陵兰这块土地上绝对不允许出现第三国的军队，中俄自动出局。第二个是财政兜底，美国它会提供年度的财政拨款，格陵兰人现在可以自由去美国工作参军，而对于人口只有5万的小岛来说，这个条件比丹麦给的那一点补助要诱人的多。第三点是这个方案非常体面，因为格陵兰它不需要更换国旗，不需要承认自己被吞并了，它依然是格陵兰国，它能够保留自己民族的尊严。所以真正现实可行的路径应该是美国诱导格陵兰先公投独立，摆脱掉丹麦，然后立刻与美国签署这个自由联系的条约，
把安全的防务外包给五角大楼。这个叫做什么？叫做过桥收购。丹麦出局，美国进场，格陵兰拿钱，皆大欢喜。那美国要怎么样拿下格陵兰呢？直接派兵占领吗？这个是下策，吃相太难看了。面对着北约盟友丹麦，美国人不能做得太露骨了。所以能够用钱解决的就都不是个事儿。那说到购买格陵兰，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荒谬啊，但其实这个是美国的传统艺人了。1917年，美国人就曾经花了2500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6亿美金，从丹麦手里买下了丹麦西印度群岛，也就是现在的美属维尔京群岛。当时的理由跟现在几乎是一模一样，因为担心德国会威胁巴拿马运河。但是现在美国面临的这个法律障碍比100多年前大得多。2009年的格陵兰自治法第21条写得非常清楚，关于格陵兰独立的决定应该由格陵兰人民做出。这也就意味着说，丹麦即便想要卖，他也没有权利单方面签字，得要格陵兰人点头。所以美国人准备了组合拳，要绕过丹麦直接攻心。首先当然是利用法律的漏洞，既然格陵兰能够公投独立，那么我们就帮你们一把。怎么帮呢？简单粗暴，砸钱。华盛顿内部流传着一个激励方案，听起来非常像是华尔街的并购案。美国既然能够花1万多亿美金来扩军，那花点小钱买个岛算得了什么呢？格陵兰有多少人呢？才57000，有投票权的才4万。路透社泄露的这个信息非常有意思啊，就是特朗普政府讨论向每一位格陵兰的选民直接支付签字费，多少呢？人均10万美刀起跳。只要你投票支持格陵兰独立，只要你同意与美国签署自由联系条约，这个钱就直接打到你的银行账户上。而对于那些还在为生计而犯愁的格陵兰岛的渔民来说，这个数字是天文数字。这是一种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众筹式的政变，直接用美元来收买民意，诱导他们公投独立，成为美国的自由联系邦。其实是要针对格陵兰当地的政府。丹麦每一年给格陵兰6亿多美金的拨款，这个是格陵兰政府的命根子。美国人说，我直接包养你得了，只要你肯宣布独立，每一年6点多亿美金的运营费用我全部兜底，甚至给3倍双倍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通过阿拉斯加永久基金的模式，每个格陵兰的居民每一年可以直接获得2000到3000美金现金的分红，这个可以来自于稀土矿开发的权益。所以这样一种绕过政府直接惠民的金钱攻势，对于北极苦寒之地的格陵兰居民来说，诱惑力还是相当致命的。而第三个是寻找特洛伊木马。美国人不但在外部施压，更在格陵兰内部打下了一颗钉子。就在2天以前，1月8号，格陵兰最大的反对党，他们做了一件让哥本哈根暴跳如雷的事。他们公开喊话说，格陵兰应该直接跟美国人谈，不需要丹麦这个中间商。这个不单单是打丹麦的脸，而是在公开递交投名状。更有意思的是啊，这个反对党的领袖他们非常精准地提到了一个词儿，他说格陵兰应该追求一种 free association， 就是自由联系的安排，由美国人提供保护和支持，换取军事的权利。是不是觉得这个自由联系几个字儿很耳熟呢？没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抠法模式。这个不是巧合，这说明美格双方在私底下早就应该对过剧本了。虽然现在的格陵兰的外长还在那儿拿着法律当挡箭牌，说什么没有丹麦的允许就不能够私下谈，但是在美国人眼中，现在的格陵兰政坛已经开始分裂了，一边是抱着丹麦大腿的建制派，而另外一边是想拿到美国绿卡跟美金的激进派。美国人通过激化这种内部矛盾，让格陵兰人自己去吵，自己去闹，等到时机差不多的时候，再以维护地区稳定的名义，带着美金跟特种部队进场收拾残局。到那个时候，反对党就是美国最好的代理人。但是丹麦也不傻，哥本哈根他们构筑了坚固的法律防线，就是2009年的自治法。虽然21条规定了
格陵兰人民有权公投独立，但是后面也隐藏了一个后手，独立的具体协议必须要得到丹麦议会的批准。所以只要哥本哈根方面不点头，格陵兰即便全民公投100%赞成独立，在法律上你还差了最后一步。所以呢，即便格陵兰人想独立，也离不开丹麦点头。美国人愿意给钱，但格陵兰人现在他们还没有完全想明白。但即便如此，内部的分裂已经开始显现。其实特朗普还有一个 Plan B， 就是灰色锁仓，这是一种既不拥有也不签约，但是让你完全离不开的战略托管的形式。美国人他只需要帮你格陵兰修机场、建数据中心、升级港口，条件是什么呢？就是矿产的 ESG 审查标准由华盛顿来制定，技术标准用美国的，运维团队是美国的，资金结算是美元体系。那这个政策方向其实美国人已经在做了，它不容易激起北约盟国的反弹，但缺点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运作，而且最终管控的力度还是弱了一点，达不到美国人的要求。在当前2027倒计时的这个背景底下，只怕没有直接占领来的干脆果断。那如果丹麦政府他们就是不愿意放手呢？如果丹麦就是想要阻拦怎么办？马杜罗的下场就成了背景板。美国人手里始终握着一个最终的选项，就是军事的手段。白宫可以直接宣布格陵兰是北美防御的关键缓冲区，这意味着任何第三方的干扰，甚至是来自于丹麦的行政干预，都可能被视为对于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美军会单方面大幅增加皮图菲克的驻军规模，或者是以保护关键基础设施为理由，把基地的防御圈扩大到格陵兰民用机场跟港口，甚至是扩大到整个岛屿。那这样一种切香肠的战术会让丹麦陷入绝境，要么你就体面的拿着补偿金走人，要么就是当着盟友的面当众被羞辱，而最后依然保不住格陵兰。那如果美国人真的不耐烦要强行动手呢？这个可能是北约成立75年以来最大的生存危机，这是一个极度烧脑的条约法的悖论。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规定，攻击一个就是攻击全体。那我们现在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为了夺取格陵兰岛，美国对丹麦采取武装攻击，那丹麦作为北约成员国会立即援引第5条，要求盟友援助。那这个时候英国、法国、德国他们会陷入一个逻辑的死循环。如果要履行条约的话，也就意味着法德英必须要出兵协助丹麦，这个在军事上完全是自杀，在法律上意味着北约解体，甚至搞不好第3次世界大战。如果完全不履行条约的话，盟友们说，那既然是美国大哥来动手，那还是算了吧。这个就意味着第5条在面对内部霸权的时候完全无效，在法律上叫做什么？条约义务的空洞化。所以北约作为一个军事联盟的信誉，在法律上就彻底破产了。而最尴尬的事实是，北约它没有驱逐机制。一旦美国发了疯要攻击盟友，其他的国家甚至在法律上找不到条款把这个疯子踢出群。唯一的办法是其他所有的国家集体退群，然后另起炉灶，重新建了一个微信群。但是没有美国这个老大在群里头，那现实当中又怎么可能呢？看到俄罗斯这样一头北极熊就在门外等着，欧洲这帮傻白甜他们是瑟瑟发抖的。所以面对这个局面，哪怕欧洲智库在策划什么3重锁定的反制战略，比如说英法德联合声明咬死了格陵兰岛，主权属于人民，拒绝任何非自愿的变更，或者是美国你要是敢对于丹麦进行制裁的话，欧盟就动用刚刚通过的反胁迫的工具，对于美国的科技巨头对等报复。又或者最狠的是，欧洲可以暗示美国破坏联盟底线，欧洲可能重新评估美军在欧洲基地的使用权。但说实话，所有这些小伎俩根本就不好使，最终的结果一定会是欧洲会瘫软，会绥靖。欧洲的领导人一定会选择牺牲掉丹麦的主权，
为什么？因为他们更怕俄罗斯，他们更需要美国的保护。为了换取美国继续对俄罗斯的威慑，欧洲一定会默认这样一种交易。这个就是极度无赖底下的现实主义。那现在南边的能源线已经打通了，北边的防御阵地也给抢下来了，美国要给这个堡垒盖上最后的屋顶，这就是耗资1750亿美金的金钟罩导弹防御系统。我们听到这个名字可能会想到以色列的铁穹，但金钟罩是完全不同维度上的东西。铁穹系统拦的是哈马斯的土制火箭弹，而金钟罩它要拦的是以20倍音速变轨冲向华盛顿的洲际导弹。这是一个分层的全球防御网络，充满了科幻的色彩，但是正在努力想要变成现实。那第一层是太空，美国计划重启冷战时期的这个智能暖石的概念，也就是要部署成千上万颗天基的拦截器在轨道上，当敌方的导弹刚刚从发射井出来，还在上升助推的时候，就从太空摧毁它。这个是最理想的拦截阶段。马斯克的 SpaceX 等等公司已经收到了美军的巨额合同，正在铺设用于目标锁定的卫星星座，但这个工作量说实话真没有想象当中那么简单。第二层是滑翔段的拦截，专门针对的是东风17跟东风27来设计的。美军他们将在格陵兰、阿拉斯加以及这个伯克利级的驱逐舰上部署新型的拦截弹，它的任务就是在大气层的边缘拦截那些可能会打水漂的滑翔弹头。而第三层是本土末端的拦截，这个最后的防线部署在美国本土周围，也包括在加拿大这个领土上。而支撑美国人这一个科幻项目的是非常惊人的 1.5 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国防预算这一块其实又有艾森可以吹嘘的资本，但是我们姑且按下不表。美军军费暴涨 50%， 钱从哪儿来呢？关税。这样一笔钱会把美国变成是彻底的战时经济体，国防生产法被全面激活，政府不再信奉自由市场，而是直接给类似于 MP Materials 这样的稀土公司注资，给产品设定保底的收购价。而为了采矿，环保的法规被全部撕碎，在德克萨斯、在怀俄明，只要能够挖出锂、钴、稀土，那就随便挖。所以我们看到2026年年初，特朗普政府他一口气退出了66个国际组织，其中也包括了气候公约。很多人说特朗普这是疯了，但其实不是，退出气候条约就是为了给美国本土的工业松绑。战争经济学里面，环保是一种负担不起的奢侈品。美国需要不受限制的疯狂开采页岩油，重启燃煤电厂，只有廉价的肮脏的能源才能够驱动战争的机器。这个不是任性，这个是在去监管化战争经济，这是为了将来国防工业的产能大爆发。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2027年的大限，这是一个超级大国在为即将到来的准备做最后的经济总动员。那现在我要强调的是第三层逻辑，在最高维度的战略博弈里头，盾牌从来不是用来保命的，盾牌是为了让你敢于挥剑。这个在军事学上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做升级主导权。大家可以试想一下2027年的场景，台海烽烟突起，美军的航母准备介入的时候，这个时候特朗普收到来自于北京的一通电话，对手只需要把核按钮摆在桌面上，冷冷地问一句，用洛杉矶换台北，你换不换？在没有绝对防御把握的情况底下，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会在这一刻犹豫崩溃，因为这个赌注大到没有任何人能够上牌桌。但是一旦金钟罩系统准备完毕，这个逻辑就全变了。当美国确信自己能够拦截掉 95% 的来袭弹头的时候，那剩下的 5% 的风险就不再是国家毁灭，而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统计学的成本。有了这个底气之后，美国人就不再受核讹诈的束缚，可以肆无忌惮的在西太平洋倾泻常规火力。
所以同样是看新闻，我们眼瞅着美国人忙着清理后院，把他的油罐装满，把铁闸门焊死，然后耗费天价再整金钟罩。通常情况底下，他这么忙活只有2个可能性。第一就是外星人要来了，美国人打不赢，他们要说回末日堡垒。但如果面对的是外星人这样一种不在同一个维度上的竞争跟威胁，这样一种末日地堡明显是不够用的，所以这个可能性可以排除掉。第2个可能性就是流氓头子出发砍人之前，先把准备工作做足，家里的门窗全部封死，铁闸门焊死掉，防止被偷家。美国人在忙前忙后这么做，是因为他已经做好了决定，今晚出发跟这条街上的老对头决一死战。所以同样是实证分析，有些人看到的是特朗普准备对格陵兰下手，他还在纠结美国佬，你们把铁闸门焊在电梯口，侵占楼道的公共空间，你们这叫不讲武德。这个是非常浅薄的认知层次。有些人可能还认识不到，美国佬已经心虚了，面对着这条街最大的对手，没有必胜的把握。而有些人已经提前预判一场械斗即将开场，这个就是人与人之间认知的差距。讲到这里，美洲堡垒的拼图已经基本上完整了。我们把硬核数据摆在面前，25分钟的预警时间，9马赫的拦截速度，40公里的雷达盲区，这些冷冰冰的物理参数已经最终决定了格陵兰的命运。美国人在打开工具箱里头最锋利的工具，特种部队渗透数以亿计美元的攻势，隐隐约约的战争威胁。对于丹麦来说，不是卖不卖的问题，而是如何体面的割肉退场的问题。我们再把南线石油掠夺、北线土地兼并、天空导弹防御网，以及美国国内疯狂的军工产业总动员，所有这些拼图拼在一块儿，您看到了什么？只有搞定美洲的能源跟稀土，只有把军费提升到 1.5 万个亿，美国人才认为自己已经初步具备了在西太平洋与中国进行长期高强度消耗战的资本。这再次证明了，对于中国来说，台海的确存在一个5年左右的时间窗口，而且这个战略机遇期稍纵即逝，比想象的还要紧迫。所以给各位的信号非常清楚，美国不再通过国际规则与中国竞争，美国回归了最原始的地缘与资源的对抗。如果我们看到美国人真的在格陵兰动手了，那也就意味着台海的倒计时甚至可能比想象当中还要更快。在这个全新的世界格局里头，整个西半球是美国的私有要塞，欧洲如果证明不了自己的价值，就会被无情的抛弃掉。在美洲堡垒的逻辑底下，加拿大也不再是平等的机器伙伴。特朗普的逻辑非常简单，你加拿大的军队如果防不住北极，我就替你防；你加拿大地下的矿产如果不卖给我，我就替你挖。而对于印太国家来说，那个漫不经心的美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全副武装、神经紧绷的战士。战争机器的齿轮此刻已经在加拉加斯的油田底下，在格陵兰的冰盖下，在华盛顿的预案里头轰然转动了。所以美国人到底是以自由联系条约的形式来签约，还是以灰色托管的形式，甚至是以直接特种部队入侵的形式最终控制格陵兰，其实都不重要。格陵兰雷达听谁的，稀土矿在谁手里，这个才是核心跟实质。当强权继公理回归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历史的见证者。而在这个动荡的时代，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观看新闻，更是要看懂这些信息表象底下冰冷而且残酷的底层逻辑。如果你喜欢这样硬核不留情面的地缘政治分析，请记得点赞分享，也欢迎大家订阅艾森的频道，加入我们的会员。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谢谢大家。